Hello，大家好，今天是10月1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黑色星期五，美股惊魂夜，纳指暴跌3.56%，许多个股受累出现技术面的破位。特斯拉如果再次回到$400，你会选择买入吗？暴跌之下，可能会让一些股票脱颖而出。上一次美股跳水，我们发现了阿斯麦的机会。那么本次美股大跌，同样抗跌的扩位，会不会有机会？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首先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39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有关纳指的一个方向性的判断、市场观察。阿哲还是会复习一下上期的一个变盘点识别的方案。阴阳交错模型在本周周五暴跌时提醒到，这一根 K 线将是一根变盘 K 线，而从目前的走势，它是变盘低点的可能性在放大。我们会再次研判一下这个观点。而后第二部分，我们会讲一下市场的一个砸盘识别。阿哲的交易体系当中，对于趋势的砸盘有一个特殊的方案，我们今天会再次的回顾一下。在周五的这一天暴跌的时候，市场出现明显的大阴线，但它的下方成交量却未有放量，这是属于量学当中的长阴短柱现象。正常一个 K 线的实体越大，上涨或下跌动能越强，它的动能表现下，而与之对应的成交量正常也应该是放量。但是在周五的这根长阴非常强势的下跌动能中，它的量能却并没有放大，这是一种长阴短柱，而在上涨中出现，一般为砸盘的概率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每一次你发现长阴短柱价格和量能当中的背离时，都要特别的注意，这是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第三点呢，我们会讲一下日内的撑压。那么通过以上3点，我们可以对于美股的一个方向性做一些研判。当下的市场究竟暴跌之后是风险还是机会？机会如何把握？风险如何识别？在第一部分了解之后呢，我们来到第2和第3，主要讲的是一个个股方面了。对于指数方向有了一个方向性之后，我们再看到个股，因为昨天的一根大阴线下砸，很多个股受累出现破位的现象，所以图表当中我们会讲到特斯拉、HMS、APP、英伟达、博通、AMD、Circle、PLTR、Coin、TR、科位、苹果、FIG、Meta、MSTR、谷歌、亚马逊和 SMCI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你会发现呢，很多标的基本上阿哲都标记了红色块啊。之前呢，在这根阴线之前呢，基本是绿色块。那么一根阴线啊，很多个股都要出现一些减仓或者说由多转空的一种情况了。而相对应还维持绿色块的这些个股呢，就是阿哲接下来要去比较注意的。它要么呢是上涨当中指数暴跌，而它比较砍跌；要么就是暴跌之后跟指数同步下跌，但是趋势还是很强劲的股票啊。阿哲呢会标记一些绿色块。同时，如果您手中有一些股票需要阿哲去分析，那么您是订阅同学的话，那么您可以把您手中的股票的代码发在我们本期视频的评论区当中。阿哲呢在下周周2会去单独的在第3部分去添加和去解析。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就是我们的视频一般来讲会涵盖比较多的内容，所以视频时长会偏长。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一个长视频，而视频当中的内容可能并不全都是您所感兴趣的标的或者说知识点，那么阿哲建议是，你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3角，在点开之后会有一个时间轴，您可以看到所对应的内容，阿哲都分了段落，所以点击对应段落，您可以优先观看最感兴趣的那一部分。那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感谢您来到阿哲的频道观看视频。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什么叫做阴阳交错模型？这个模型呢很简单，是阿哲呢只看 K 线颜色来去识别市场变盘点 K 线的一种方案，它具有一定的实战性，所以阿哲呢经常为大家去分享。那什么叫做阴阳交错模型？其实呢特别简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所谓的阴阳交错模型呢，就是市场当中的 K 线它产生了颜色上的转换。正常的一个市场走势啊，它可能会有连续的阴线产生，或者说连续的一个阳线产生，这种呢属于正常的一种趋势的 K 线趋势的状态。而我们需要找到市场的一个方向性改变，那么必须要知道市场是由一个方向转为盘整平衡，在选择方向的一个过程，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都有这种过程的形成。而在 K 线的颜色上呢，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太寻常的平衡，那么就是它的颜色平衡，多空的平衡。当市场当天是一根阴线，大家注意了，这里不分它是涨是跌，只要是红色为阴线，
只要是绿色为阳线。当它出现连续4天而涨跌不一的时候，今天为阴，第二天为阳，而后为阴，再为阳，4天完全并不同色，并不连色，都是不同颜色的交错时，叫做阴阳交错模型的产生。而这种模型只要一直延续下去，一直保持今天阴明天阳，亦或者是今天阳明天阴这种节奏，不出现2天同色的话，就是说明它一直处于平衡的状态。而当市场出现了打破平衡的动作，将会产生方向的出现。比如说在这一根 K 线后，它为阴线，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它还保持2天的异色。而只有下一根 K 线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天又是阴线，这是不对的。本来正常的规律平衡的维持，这一天应该是阳线，但它却出现了2天的同色。那么打破平衡这根 K 线呢，就叫做变盘 K 线。而这根 K 线如果是在下跌时产生，它为低点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反之，如果是在加速上涨时产生，那么为高点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当然有一个更加好的确认方案，就是这根 K 线啊，如果它是有探底的动作，或者说有滞涨的动作，那也可以作为佐证。更加右侧的就是，当市场有一根阳线突破它的高点时，我们更加能够明确它的方向向上的可能性会极大的增加。而后续如果是跌破它的低点，那么它的方向将是往下走。所以这种变盘 K 线识别之后呢，会有比较多的一种方向性的判定，它呢会有不同的一个胜率。那么最高的明确性就是收盘价是否能够有明确阳线站上它的高点，或者说明确阴线跌破变盘 K 线的低点啊，这几种方式当中，它的准确度会更高一点。好，那么以此呢可以识别出市场当中的一个变盘点。那目前的图表上啊所标记的 K 线顶上或底下啊有这种黄色点的，都是以此得出的变盘点。那么连续出现了4天都是阴阳的交错结构，那么这一天出现的是阳线，跟昨天是一样的颜色，所以它是变盘。好，而后它的低点被跌破，股价高点没突破，所以价格小心变盘高点的产生。那这一波股价上涨下跌是吧？它是变盘点，高点呢被突破，所以方向看涨。这一天呢是变盘点，先是突破，再是跌破。一般我们的方向啊，就是往哪边走就看哪边。突破的这一天，你可以方向看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天防守跌破就要注意了，它有可能是一个假突破，那真方向就是下跌，所以这个位置小心调整风险。这里是一个小高点。我们再看到后续这里啊，它也是一个阴阳交错变盘。好，那变盘 K 线产生了，没有被击穿跌破，那么只要维持在这之上，说明市场还有上涨。那么最新的一根 K 线，它也是变盘 K 线。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阴阳交错产生于这里，而后以2根阴线打破了这种平衡。那么两阴出现的时候，这一天就是变盘点。变盘点是在暴跌时出现，它是低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当然大家注意了，这里阿哲讲的是可能性。这里所说的可能性比较大呢，是阿哲发现纳指上暴跌时产生的变盘点多为反弹低点，亦或者是变盘低点。我们来看一下纳指的具体的 K 线。目前你所看的就是纳指的一个图表了。图表当中呢有很多的这种变盘点，它呢其实出现的频率呢是不小的。但是暴跌之后产生会继续下跌的一个变盘点，从这些变盘点当中呢，阿哲只发现了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4月份起跌的点。当时这里呢也是个暴跌，而后它也是个低点，但是后续它却是一个变盘高点，它并不是低点啊。除了这一根 K 线之外，其他时候发生变盘点，而后是暴跌的，大多呢是变盘低点啊。包括这些点位，基本上啊，还有这里是吧？你会发现下跌时出现，并且变盘点那一天还是下跌的，那么它是一个变盘低点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的。那我怎么知道本次的这一个大跌会不会产生变盘低点，或者说至少会不会有反弹低点产生？那我要关注一点啊，首先我们先判定啊，它是变盘低点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比高点的可能性大很多。而后我要去确认一下，怎么确认呢？就是下一根 K 线，下一根 K 线如果继续是实体阴线，而且没有任何止跌现象，好，这个动作如果出现了，那么我认为这个点是变盘高点，那么你要进一步的去减仓。这种阴线产生时，那不管你是右侧还是左侧投资者，那肯定呢要减仓的，不能说啊，因为这个阴线出现我直接去抄底，那个呢就特别左侧很风险。所以我们对变盘点低点的确认，就是它不能够在下周出现一根这种阴线实体把这根低点再一次的很明确的跌破，那种 K 线的产生就说明这个变盘点它不是低点，是高点。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说明后续还有调整空间，
而除此之外，如果在这里出现的是继续下跌，但是产生长下影 K 线，亦或者是又出现了10日线 K 线等等的，不是继续惯性特别强势下跌的 K 线，如果是直接低开高走的阳线那么就更加明确了，这个地方是至少为反弹低点的变盘点。那么后续呢，可以看为一个反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阿哲觉得这里为变盘点，但是呢要做一个进一步的确认。而当确认 K 线产生之后呢，我们再去进行 DC， 亦或者是左侧的找寻个股买进。那么以上呢，就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阴阳交错模型变盘低点的由来，目前是一个左侧研判，它大概率为变盘低点，至少为反弹低点。而我们的一个右侧确定相信大家也有所明白了。下周最危险的一种情况也告知大家。好，那么下一个我们讲一下砸盘识别。砸盘识别呢是跟变盘识别不一样，变盘点它有些时候可能会更加偏向于这个预测，那么砸盘这一点呢，阿哲是结合趋势交易来去分辨的。在一个市场的上行当中，如果趋势是往上的，趋势是强劲的，并且是一个很长时间处于上升趋势当中，它往往呢不会因为一种短期的极限的暴跌而去改变它的趋势。像这种大跌，它会不会改变短期趋势？它会的，它把短期的趋势线给砸破了。但对于一个中期、长期的趋势来讲，这种阴线它其实无伤大雅，反而可能会产生一些低买的机会。但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去识别。对于中期趋势来讲，这根阴线何时会引发趋势的走坏，何时它还处于砸盘的区间之内所以这阿哲要跟大家去讲一下，什么情况下它更有可能是一种砸盘。那么目前大家所看的是纳指的图表，我们用另外一个视角来去解读这一个技术分析。当前你所看到是一个趋势指标，叫彩虹带。彩虹带如果是一个黄色的，我们说是处于下降趋势如果彩虹带呢是一个紫色的，那么就是一个中期的上涨趋势。当彩虹带延续，就说明这个趋势呢是稳固的、稳定的。那么市场在这个趋势之下反弹，我们基本上是不去认为趋势会反转，不管它反弹的多强势不管它反弹的 K 线多长、多强、多大我们都认为这个趋势没有改变。唯有市场的趋势由黄转为紫色才认为中期下跌走为中期上涨。好，那么以此你可以看到，目前的趋势依旧是一个紫色，所以中期依旧保持上行，这一根 K 线它并没有改变这个颜色，那么中期的趋势就还好。那么这一根 K 线它把这个趋势带的支撑给跌破了，你会发现的是这一波上涨当中，如果下跌它连趋势带都没有去击穿，那基本上不用担心它的趋势会反转，这种下跌基本都是洗盘。那唯有相对强劲的能够跌穿趋势带的，才有可能被定义为砸盘。那么跌破趋势带之后，它有可能是砸盘，有可能是趋势反转。我们怎么去分辨它的一个界定一般来讲，我们是看两根 K 线，就是双 K。我们在最近的一个30分钟当中一直讲到所谓的双 K。那什么叫做砸盘？30分钟我们之前讲过一次，就是只要它跌破飘带，它跌破之后的两根 K 线，就是收盘首次在飘带之下的两根 K 线它的那个两根里面的最低点不跌破这个地方它为砸盘的概率就比较大。所以当时这里我们说30分钟为砸盘。好，这里跌破一根，跌破两根，好，只要这一个低点不跌破，好，那么这里呢它为砸盘。这里跌破了一根，跌破两根，好，那么这里的低点不跌破，它为砸盘。那么股价上涨，这里是跌破一根，跌破两根，低点不破为砸盘。好，股价上行，那之后又下跌的时候，把这个低点给跌破，并且这里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30分钟的低点这里也被跌破了。所以从低位走势之后它连续出现了很多次的一个砸盘。好，到这里开始虽然也是砸盘，但后续呢短期又快速的被跌破了。所以从这个地方的阴线开始为30分钟的趋势的一个脱离砸盘的一个幅度，而后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判定30分钟呢走出了波段的一个上行转为下跌，所以30分钟目前是由多转空。但从日线来看，它还是处于一个上行阶段，还未脱离砸盘区间，因为它目前只是跌破了第一根，所以下一根 K 线呢为关键的一个 K 线，而它大概率呢是本次上涨以来首次出现的跌破飘带的第二根 K 线。那么砸盘识别告诉我们，下周一是一个关键 K 线，2天里面取它的最低点作为支撑，这叫趋势的研判。变盘点研判是第一部分我们所讲到的预测部分。好，第二部分呢，我们是通过右侧部分在周一 K 线出现之后2天找最低点作为支撑，如果那个支撑也被收盘跌破，那么将要引发波段上比较大幅的减仓行为。
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于阴阳交错和砸盘的识别。那么这根阴线感觉很吓人，但是还没有脱离到趋势走坏的那种情况，还是处于砸盘的一个区间之内，甚至有可能是变盘低点，所以是风险是机会。关注下周一的那根关键 K 线，我们进一步去确定，一旦是机会，那么这将是一个不错的低买区间。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第3小节，叫做日内撑压。那么日内撑压呢，是阿哲经常所去讲到的一个支撑和压力位，而日内撑压呢是属于短线右侧趋势上的一个判定啊。刚才砸盘呢，我们讲的是中期趋势，那目前日内撑压，讲一下短线趋势，可以关注一些点位。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给到每一只标的在下周周一关键的支撑和压力，短线的趋势目前是看多还是看空。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图表呢，就是日内撑压的一个走势图了。那么右侧的图表，图中的一些红色和绿色就是红绿灯指标，稍后我们会讲到。那我们先看到左边的这些文字，这是阿哲呢每天盘前会去更新的一个盘前广播信息。您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特别是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呢，可以领取1个月我们盘前广播的免费体验权限，这是我们订阅粉丝观众的一个限时福利。所以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看到阿哲视频之后啊，您可以点击一个订阅，免费的订阅，而后会有1个月时间。那么阿哲会在每天的美股盘前会发布一些观点，其中呢会有指数的一个分析，而后还有短线波段个股上的一个解析。阿哲基本上是从技术分析去出发，当然像昨天的黑天鹅事件，那么这一点呢阿哲就没有办法去提醒到了。所以市场当中呢存在一些系统性和非系统性的风险，而技术分析可能只能解决一部分。而这些黑天鹅事件呢，也体现出我们个人投资者在股市当中的分析时所受到的一些局限，或者说所能做到的一些有限性。我们更多的可能要做的就是在黑天鹅事件之后，如何能够去应对。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那么第3部分呢，就是阿哲现在要讲到的预测点位了。阿哲一般在盘前广播当中会去讲到的是一个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3只标的的点位。那么这个点位预测怎么去使用呢？其实很简单，那么只要你关注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和阿哲盘前所给到的一个数值的一个对比，如果当天的收盘价比高点的压力是高的，那么说明股价的收盘价突破了日内压力，那么多方是强势，阿哲呢会在 K 线底下标记一个绿灯，说明这一天还是可以做多的。那么反之呢，收盘价如果跌破了低点支撑，那么会标记一个红灯，在市场的一个价格行为当中，说明空方强势跌破了支撑，那么后续短线做多要小心。所以这是一个短线趋势的一个分辨。那么这一个指标根据这一个观点而来，那么绿灯就说明短线多头强劲，那么保持绿灯，保持看涨，保持做多。出现红灯呢，就要开始预警了。所以一旦市场出现红灯，那么做多就要谨慎，而后要去获利兑现，要去了结，去减仓。当市场出现了连续的绿灯，在绿灯的区间之内不出现红灯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去积极做多，而出现红灯要减仓，出现绿灯呢，再重新返回做多的区间。红灯就要注意危险，而后绿灯则注意市场的一个机会。红灯减仓啊，绿灯注意机会。当然，在最近的这种红绿灯转换当中呢，很明显出现了什么动作啊？出现一种红绿交错的行为。所以在最近的视频当中，我们讲过，最好能够出现2个绿灯，而后摆脱这种红绿灯交错的这种状态。但是好像并没有啊，市场出现了红绿灯转换之后呢，是没有出现再一个绿灯来去让多方走强，而是在这种红绿灯转换之后，市场出现的是一个下跌的行为，而这一根下跌呢，把前期的许多 K 线都给吞没了，是一个很强势的吞没状态，并且转为了红灯。所以从变盘技术和中期趋势来看，这一根阴线它有可能是机会，但从短期的趋势、短线的角度来看，这根阴线其实是打破了短期的上行结构，而后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所以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讲，这一根阴线足以打掉你的很多止损，甚至对于波段投资者来讲，这一根阴线也导致我们的一个整体仓位要控制。而在下周如果无法产生止跌变盘低点的现象，那么对于波段投资者后续也会因为这根阴线而产生比较大的一些撤退行为。所以这种阴线的产生不可否认就是对于趋势有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哪怕这里真的是变盘低点，后面反弹时如果走弱，它也是一个逃生门。所以对于短线投资者来讲和波段投资者来讲，这一根阴线产生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后续哪怕真有反弹，在过阴半之前一旦走弱，这里我们也是要做减仓和一个高抛的行为。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
首先是下周周一的高点预测值是22,662.17。那么这个值告诉我们，下周一只有收盘过了这个数值才会出现绿灯 K 线，而这一个要求是比较难的，所以下周一为绿灯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更有可能是惯性维持红灯的判定，维持这个下跌的可能。而下周只要在这2个数值之中收盘，那么它就是无灯 K 线，说明顺势下跌，惯性下跌。而如果收盘价依旧在这一个低点支撑之下，则会出现再一次红灯 K 线，而这种红灯 K 线的产生，其实也意味着这一个低点肯定是被击穿了，那么它就要进一步的去减少我们的仓位，等待绿灯的出现，才能够更好去判定短线做多行情。那么这个点位呢，在下周周一的盘前广播当中，阿哲也会去更新。当然，如果你想要每天去跟踪，更进一步、更快一步，能够在盘前知道何时会转为绿灯的话，那么记得点击订阅阿哲频道。在订阅之后，您需要找到阿哲的助教。那么助教老师在哪里呢？您可以点击一下我们视频底下的评论区，阿哲呢放在了我们的一个置顶评论当中。置顶评论呢是阿哲所发布的，在里面有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的联系链接，您点击那条链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助教老师。而后您需要给他发送一个盘前的口令。他看到这个盘前口令之后呢，就会告诉大家接下来1个月您如何能够得知阿哲每天盘前的一些观点和个股的趋势跟踪。当然了，这里有另外一个方案，就是您可以点击我们右上角有一个感叹号，在这里呢点击之后也可以找到朱老师，而后同样的给他发送盘前，您也可以得知我们如何去领取盘前广播的一个途径。这里还要提醒一句，就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您一般会有2重福利。刚才所讲到的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福利1，这一个福利呢是阿哲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呢可以帮助大家短线上有一些判定和技术分析上的一些使用的技巧，但很多时候是文字上的，所以它不一定能够在技术分析上给大家去提供特别大的一个进步。如果您想要学会技术分析，或者说想要去更精进技术分析的一个学习，阿哲更加推荐大家可以把福利2去好好的去学习。福利2呢是阿哲会提供一些进阶的知识内容，更多的体现于技术分析的实战和应用。我们会有每周不同的课程和主题，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您至少可以参加我们2周的内部课程。在内部直播当中，我们会有只对订阅粉丝同学去公开、去开放的一些知识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下周会讲到量化的精确交易，如何通过简单的模型来去得知市场当中的一些方向。我们会通过4种量化模型去揭秘股市的一个玄机。在下周有4种量化模型供大家去学习。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同时您对技术分析的学习感兴趣，有时间收听直播或者说收听视频的话，可以找到朱老师去报名我们下周的内部直播课程。感谢您的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2部分。那么对于指数环境有了一定的明辨之后，我们知道接下来怎么走会有风险的继续扩大，以及出现什么 K 线，它意味着市场这是一个低买机会，而不是一个风险。大跌黑天鹅之后，可能是更加好的建仓时机。那么我们在个股上呢，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策略。如果下周真的出现低买机会、低点的确认，那么我们在个股上就要积极的去做多了。那么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之前阿哲有听到有很多同学呢在407附近的时候，那么有讲到如果特斯拉现在是400块，那我一定呢大举买进。好，那么借你吉言，目前特斯拉即将来到400美元。那请问，如果再回到400美元，你是否真的会大举买进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当前的市场呢是不是跌破了419.99，就是前期这个上影线的高点。我们说跌破它的话呢，波段要做一些止盈的动作。从前期我们认为3浪会启动或者说我们假设它会启动，然后在三角形突破，在市场出现加速时，我们去积极的布局。所以整体成本呢，这一次是比较低的，而市场的一个上涨也比较喜人。在最近虽然出现了震荡，但是大家的一个利润，阿哲相信也是不少。那么跌破了这个高点之后，那波段投资者可以做一个获利的兑现止盈动作，因为跌破之后我们要小心它可能是个波段高点。而我们之前讲过，如果假设这个低点开始的这波上涨为1浪的话，那这一波复杂的调整为2浪。那么这一波启动为3浪，那么你要小心的一步就是之前的2浪是震荡是复杂，那么这里它如果要出现4浪的下跌，它一般来讲会跟2浪有所相反。2浪如果是比较复杂的调整，
而后它如果是走时间的调整换取空间的话，那么四浪可能就会反过来。那四浪呢，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单边的调整，而后它可能是走空间而不是走时间。所以当时我们说过，一旦跌破这个小高点，波段要去止盈，因为你要注意的是它的四浪下调的一个力度，它会出现短期的下跌，而后空间可能也会短线出现比较大的明显的调整。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它如果调整，如果这里真的是四浪高点，那么它的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哪里？好，第一个相对关键的支撑就是前期的这个倒行的反转空间，这里有一个缺口，左边也有一个缺口，当时以跳空去进行一个回补。好，所以这个缺口当中呢会有一个强支撑，它的区间呢大概是401和494附近。所以这一个回调的四浪的一个第一个预测的止跌点，我们可以说是回补缺口的这个过程，去寻找一些止跌 K 线。那么如果再深一点，那么可能就是一浪的高点之上这附近的这根大阳线367.34之上可以去寻找一个止跌点。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会止跌，那么就先行减仓，等待关键空间上的止跌 K 线去寻找买点。当然这里呢需要补充的就是，如果补了缺口不止跌，而是收阴收盘在缺口之下，这是进一步减仓的信号。因为你要小心的一点就是，虽然本次的反弹很强，但是前高并没有过，所以它有可能是五浪下跌之后一个很特别很少见的强势的 ABC 的上行，不是不可能。所以我们需要在风险放大的时候去减少你的仓位。目前第一个空间419跌破之后做减仓，如果在收阴跌破缺口，收盘跌破，那么这里再减仓。下一步呢就是跌破一浪高点，你要进行把所有的利润都兑现所以这些地方要逐渐的去把你的利润兑现，直到有某个空间价位上出现止跌。那么调整的幅度怎么情况下还有机会呢？就是它不要跌破170之前我们都可以去寻找机会，但是每跌破一个记得止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当前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是不是还是一个紫色飘带？紫色飘带跌破第一根，我们说目前还处于砸盘的一个判定前。那么砸盘的判定就是第一根 K 线后，我们看第二根 K 线，第二根和第一根两根里面取它的低点作为支撑，那个支撑点如果被跌破，那么小心它会进一步的打开下跌空间。而如果2号 K 线它的低点或者说2天的低点没有被跌破，而在此出现仿包、绿灯等等行为，它是有机会走出绝处逢生的行情。所以这里呢，我们的特斯拉依旧趋势中期、长期未变，只是短期在走弱。所以波段行情我们依旧存在加仓机会，就是这个缺口附近找绿灯。我们看一下周一的 K 线，它何时会出现绿灯呢？周一的低点支撑是396.63，高点的压力428.31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HMS， 那么 HMS 呢在170附近产生了反弹之后刚开始强势，但是中途呢出现了走弱，而在周五的下跌当中，它也出现了影响，重新跌破 55.52， 但是 55.52 这里就还是比较奇怪它一直都不是很有效的跌破，因为它都是控制在跌破一根、跌破两根两根 K 线的这种判定方式呢，在关键支撑点上你都可以这么去看跌破一天、跌破两天止跌反弹，跌破一天、跌破两天止跌反弹，好，跌破一天，它目前还不是能判定很有效的跌破支撑。好，所以接下来呢有一个跌破的第二根，它呢如果不是有效跌破，这里呢还是容易反弹，但它的趋势目前就是走弱了嘛，整体的高点它开始在降低，低点呢目前还没降低但是如果下周惯性下跌，低点容易被打掉一个低点所以这里呢就是容易走为震荡如果这低点打破之后呢，要么就由上行走震荡，或者说走下跌这个呢就会进一步走弱。下一个打低点之后如果反弹再不过高，那就很容易走下跌了。如果打了低点之后的反弹力度能够比之前强，那还可以说它是用趋势的升幅调整后再启动所以这里要小心，它由上涨转为了一种震荡，那目前呢有可能要转势。我们再看到它的短线和中期的一个趋势上，目前所看的是 HMS 的一个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它是不是也刚开始跌破这个趋势飘带飘带呢还是一个紫色的，跟特斯拉一样是首根跌破。好，跌破的第一根，下周一就是跌破的第二根，所以很多股票呢和指数是同步的跌破了趋势飘带的第一根，而后下周一是关键的第二根 K 线，第二根 K 线的低点
或者说周五和第二根 K 线比一下谁比较低，那么去找到支撑点。那个低点如果再被跌破，那么对于一个趋势来讲，就是一个进一步的风险的确定其实在目前为止一旦跌破飘带，可以先做减仓就是趋势的上行过程当中，特别你的整体有利润的情况下，跌破飘带，那么就做减仓，等待趋势的第二根 K 线，一旦确认砸盘，我们再去买进都是 OK 的。但是风险在释放的途中呢，你是可以去做一些止盈动作。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50.385，高点的一个压力是56.585关注这两个数值，最好在下周一直接出现绿灯。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PP 的话呢，是如我们所讲到的在587.88出现长下影线之后的上涨为反弹，而后最近又出现了一个下跌，但目前的下跌呢还不算有效跌破587.88。我们之前说过要关注两个点就是这波下跌，一个呢是587.88附近找止跌，一个是507.87附近找止跌。那如果能够来到507.87呢，可以认为它是对于前高突破的一次回踩，而前面这里的缺口应该是一个跳空的突破缺口，这种缺口在形成这么长时间之后再往下，它应该是想要去碰一下它的支撑，但正常这种突破缺口是不太容易被回补的。所以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强支撑，市场如果能来到这个缺口附近，那么将寻找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后的回踩买点。而现在这里呢，在587.88附近产生震荡，因为它没有买点，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等一个什么动作，要么就回到这里出现买点要么就在这里出现买点。现在我们看一下，在587.88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买点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的短线分析上。当下你会看到 APP 的动作，它首先出现这根阴线之后反弹，为什么这里没有买点呢？首先它是一个跌破，然后反抽是形成了一个晕线。晕线的话，它最少它的一个买点是突破这根 K 线的高点，但是它没有突破所以这个买点不太好。而我们上期说过，它这个长上影线碰到飘带有压力，这是不太好的。飘带本来不应该具备压力，如果有压力，那说明它由多方有转空的一个行为。好，那目前你要关注的是这根 K 线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所以这根 K 线呢为新的关键 K 线，它的低点和高点。如果这里出现收阴跌破，那么大概率它要往我们所说的缺口去运行。这个低点如果能有支撑，而后甚至有反包阳线产生绿灯产生，好，这里有机会产生绝处逢生。所以这个地方呢，买点就是不跌破它的低点出现反包，那么往下去继续打开空间的可能性就是跌破它的低点，然后往缺口去寻找绿灯或寻找反包 K 线等等这两个方向。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550.93，高点压力是585.86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呢就是关于我们的特斯拉 HMS 和 APP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我们依旧第一只标的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英伟达呢，其实不太好的一点就是它这个阴线是放了很大的一个量这个量呢接近之前的一个高量，而后它是冲高回落是负线所以从短线上来讲呢，它不太好。不过呢，它的一个趋势因为走为止带，目前没跌破，所以比起我们的一个纳指来讲，趋势上还是有优势的。所以整体从波段角度还 OK， 阿哲呢就还是标记着一个绿块，而不是一个红块。从短线来讲是风险，但从波段来讲呢，它可能是一个回调的低买机会。它左边的区间被突破之后，目前是再次的回踩，而后还不算有效跌破所以这个地方还好，波段来看还是存在一个机会的。我们知道负线的买点是什么？就负线之后呢，等下一根 K 线为 X 的高点被收盘突破，则作为买点。结合这个飘带，好，那么它是一个再次的波段低买的机会。那么前期的一个上涨回调买进之后到这里你可以呢去跑掉因为这个趋势刚形成所以你的一个利润呢不是说积累的很多，你的成本呢也不是很有优势，这一根 K 线下来你可能就达到盈亏平衡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留着了。当然这里仅限于前期在这里成本集中在这附近的一个投资者，如果你成本很低那么这个地方其实还无所谓你整体减一部分仓位就行。好，而后等待再次的买点，我们再去重新的看涨，重新加仓，或作为初步的再次建仓点也行。那么这根 K 线后你的买点最好就等一根 X 的突破，如果更着急一点呢，可以找收盘价突破飘在上沿，
大概是184.682啊，作为收盘过啊，可以作为飘带的止跌买点。而我们该看到它的红绿灯低点的支撑是175.82，高点的压力是189.39啊，关注这2个数值。如果下周能够周一收盘在189.39之上，那么它可以构成绿灯，那么它这个买点会比你直接找止跌买点会好一些些。当然更加保守的还是等 X 之后的突破啊，结合飘带去买进会更好一点。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博通。博通虽然标记了红色块，但不是说看跌了或者说看空了，只是因为它是一个黄带加黄 K 被跌破不太好。但整体阿哲还是比较看好的啊，因为它的蓝 K 后的突破，并且之前呢也是趋势逢升，是吧？这里是跌破的第一个，跌破的第二个，然后这一根 K 线是不是低点没破，所以产生了一个反弹。但反弹时呢有一个光头阴线啊，光头阴的高点确实没突破。我们说突破之后可以加大仓位，但是没有突破还是有压力啊，并且还出现了一个黄 K 啊，而后下跌，是不是打了我们的止损？那么打了止损啊，它出现了一个光头 K 线的下跌反弹下跌。好，这个地方又是个黄带，所以就偏空啊。所以阿哲呢，虽然还是想看多，但是就还是标记了一个红色块，因为从客观的角度，它的趋势走势是不如我们所看到的英伟达。那么这里呢走的不太好看了，那么就先不以此作为做多的一个标的，整体呢偏空。下一根 K 线如果再次收盘跌破前面的2号 K 线低点，那么就彻底走空，后续呢黄色带也会放大。所以当下呢不以此作为做多的主要方向。我们看一下它后续的表现，先看一根绿灯啊，至少出现一根绿灯，低点的支撑是311.065，高点的压力是337.615，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MD 呢，它出现了一个紫色飘带啊，当然紫色飘带上涨之后呢，出现了一个运线上破，又再次跌回来，不太好，因为运线上破之后它要顺势运行。运线上破之后，短期又跌回来，说明这个突破是假突破。假突破之后，它的方向呢，我们就要反向去看了。当下就是指标带离得比较远啊，所以当前来讲，下方有缺口，所以哪怕往下走，更多的是寻找波段的再次买点啊，看涨点。所以这也是阿哲上期说的，为什么不太喜欢这种相对追涨的买点。如果能够回调之后，相对修复乖离之后，我们再去找买点会更好。目前飘带的上沿在187.766，这里作为波段的支撑。啊，左侧加缺口，所以这里支撑比较强。当下是一个红灯啊，整体绿灯之后转红灯，那么继续往下找支撑，要么是缺口上沿，要么是缺口中间加飘带的地方。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03.54，高点压力224.56啊，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ircle 在一波短线的一个上行之后呢，出现了一根阴线下砸，而且放出了背量。好，那么在连续的震荡之后啊，市场没有出现一个启动，而是回落。这里呢，其实有错杀的这种可能性啊，因为市场主要是因为黑天鹅事件嘛，所以本来趋势走得好好的，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大跌。大跌之后，这里阿哲认为也是以机会来去看待，所以标记的还是一个绿色块，因为整体趋势反转不久啊，受到一个市场环境的影响，出现了一个下行。这个下行呢，也跟指数差不多，跌破飘带的第一根，而后等第2根 K 线产生后，寻找砸盘的一个可能，再去寻找机会。像前期这里的一波下跌，也是出现了1根、2根的砸盘的出现，而后砸盘 K 线低点没破，高点突破，出现了这一波上涨。那么当下也一样的，找寻市场当中的2号 K 线，2号 K 线低点不破之下，我们 Circle 依旧保持看涨，而如果有机会，继续寻找买入机会。而我们看到波段的走势下，它现在的一个红绿灯的预测值，低点支撑119.34，高点的压力是146.205，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PLTR， 那 PLTR 呢也跟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个股票是类似的啊。它也是1根 K 线砸穿了这一个飘带啊，所以你会发现指数它其实代表了很多股票的一些现状啊，至少啊有8-9成的股票，很多时候技术面呢跟指数是同步的。那你会看到 PLTR 也是略微跌破了一个飘带下沿，所以它也属于跌破的第1根，它的量能呢没有放大啊，之前这一波下跌之后放量，而后反弹再次下跌，差点构成下跌仓法，所以当前 PLTR 呢关注一下前面这个低点。这个位置下跌反弹，如果出现一根阴线把这里给跌破啊，那这个危险性呢会更大一些，它的趋势反转的机会可能性会更大。而结合它前期这里
是已经有了个高点它比指数呢早提前构成了高点，然后下跌反弹，在前面高点位置没有创新高，如果这里走出下跌反弹再下跌，它的风险性是很大的，所以阿哲标记了红色块，就哪怕它是趋势的一个指代风险性也还是蛮大的。好，所以这个位置要小心，它目前是有那么个雏形，可能要构成下跌商法。如果一旦形成，加上这个双顶的可能性，它这里是比较大的风险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它不要去跌破这个低点。如果顺势跌破，那么它不管是跟随后续指数可能的反弹，还是继续的下跌，我们都不能够去随便做多 P2TR。好，我们关注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 167.7， 高点的压力是 181.27关注这两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Coin 出现了一个也是创高收低这个动作也是一种类似于复线的行为，前方出现了一个防守阴。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这个绿灯 K 线其实不能够作为重仓买点，或者说你可以忽略因为它这个阴线的高点作为压力，它没有过去之前，你要去买进的话呢，风险性是比较大的，它没有一个确认性，压力位附近不要随便买。那目前出现了一个下跌，碰到了飘带。那这里呢比较好的是它没有跌穿飘带，所以对于整体的市场来讲 ，Coin 它的趋势是强于指数的，飘带目前还是比较安好，所以我们不用像之前那样等待它的一个砸盘 K 线2根的突破。这里呢，我们去寻找绿灯，最好站上飘带之上去作为买点就行。它的趋势目前是强于指数的，它的一个飘带上沿在 356.793， 下周一如果能够收阳站上，那么作为一个买点。而我们看到绿灯 K 线低点支撑 329.055。高点的压力是 379.585， 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TR 呢也还行，它呢虽然也是放量下跌但是它没有跌破飘带的一个下沿，比指数略强但是不如呢 Coin， 整体出现了下跌反弹下跌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有那么点危险了，因为它虽然没有跌破飘带，但 K 线的价格行为上产生的是提前于指数见高点而后出现下跌破位，并且前面这里是跌破了黄 K， 跌破有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不能轻易的去买进黄 K 跌破说明波段高点产生的可能，波段的调整呢，它没有那么容易快速的结束只是它来到飘带附近呢是有支撑的，我们最好等比较明确的买点，因为这里是一根阳线，而后这里是一个负线，所以这里等待 XK 线高点的突破。那么更加明确的买点是回到飘带之上出现绿灯，我们看到预测值，我们看到高点，我们看到飘带的上沿是在 138.628， 那么短线的预测值呢，低点支撑 123.79， 高点的压力是 140.04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扣位扣位呢就更强一点，因为整体趋势它没有跌破一个飘带，甚至呢都没碰到一个飘带，昨天也是一个负线所以当前呢很多股票如果保持趋势强劲的话，昨天应该会出现负线，而这种出现负线呢，它因为比指数强，所以我们可以关注的是指数如果后续是变盘低点，而这些股票出现了负线的买点是可以去关注的。左边呢是一个黄 K 曾经的一个高点的压力，这里呢之前是类似于一个关头阴线但不标准。好，那么这里作为一个左高的压力，它扫过之后出现了回落，这里如果飘带能够有支撑，出现负线的 X 的突破买点，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的看涨。目前它还算是比较抗跌所以整体来讲呢还是有希望的。那么可能有同学不懂什么叫做负线买点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下周一作为 X， 那么如果下周一直接是反包的话呢，就直接是买点。好，下周一我们假设它是一个 X 没有反包，好，那么 X 的高点被收阳突破作为买点，越快突破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129.655， 高点的压力是 145.815， 关注这两个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APL 苹果苹果这里呢它也出现了一个下行，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这个绿 K 作为买点，当然这个绿灯后呢走为红灯，这是要直接离场的，因为绿灯转红灯它跟红灯转绿灯是一样的，红灯转绿灯说明昨天的红灯为砸盘，而绿灯转红灯说明昨天的绿灯为诱多目前转为红灯之后呢，连续性的出现了什么动作？出现了连续性的一个红灯，但这个下砸 K 线呢，它出现了蓝 K， 那蓝 K 产生为短线超跌，如果趋势不坏的情况下，那苹果这里下周一它是不是2号 K 线？
啊，那么大概率它也是一个蓝 K。那蓝 K 产生，我们要等的是蓝 K 消失和蓝 K 的仿包，所以在2号 K 线之后等待仿包 K 线，而后作为苹果的再次趋势的买点。所以这种跌破趋势的时候啊，我们关注点在于它2号 K 线不要破啊，以及呢快速能够产生一些买点。前期这里也有一个大幅的下跌，跌完之后是不是红灯转绿灯？那这里呢照样的出现了一个启动啊，它也被证明是一个砸盘。那当下这里会不会也是砸盘？不太确定，但是我们可以关注。所以如果一旦确定是砸盘，就可以去买进，做一个低买机会。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238.45，高点的压力是250.8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FIG 啊 ，FIG 是出现了黄 K 之后下行。我们说过黄 K 产生时就不要乱加仓了啊，前期的一个蓝 K 突破绿灯啊，可以作为一个看涨点，短线看涨。那么转为飘带之后呢，就是中期的空转为中期的多，而目前它跟我们的扣位差不多啊，它都是多方飘带之后回踩没有碰到，所以比指数可以说强一些些。而目前是跌破了黄 K， 所以回归飘带之上也有可能。飘带上沿是58.194作为支撑啊，那等在飘带附近找买点即可。我们等一个绿灯或等飘带附近的买点，低点支撑是56.09，高点压力呢是65.73啊，它的机会甚至呢是不亚于这个core位啊，甚至可能会比core位更有机会。它有一个止带。而后它这些下跌啊，放量是不明显的，也算是勉强有一点点长阴短柱。前期的放量呢是比较大量的这3根阳线，所以这里呢更大的可能性是一个回调，所以 FIG 也可以在接下来对于指数如果反弹，那可以以此呢作为一个做多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大家注意了 FIG 啊，在下一个阶段，我们如果要重个股轻指数的话，那么可以以此啊作为关注的多头重点的方向。下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Meta 啊 ，Meta 呢就跟我们所讲到的类似啊，反弹一波，然后到了一个飘带附近，因为是黄色带，所以偏空，出现了一波下跌。黄色带它有压力出现下跌的话，就已经验证了这一波下行趋势由多转空是有效的啊，不然的话它应该去穿过它的。好，所以当下呢走出了一个红灯，绿灯转红灯，再次呢为看跌点。如果是指数风向，如果是指数的方向是偏空的话，甚至呢后续的 Meta 可以作为做空的标的啊。不过它临近这一个170，所以这里的空间有可能是偏低的位置，离支撑比较近。我们可以寻找更好的做空标的啊。Meta 的话只能说啊，目前提前走空啊。接下来呢，我们更加关注它是否会跌破170的均线，至少当下呢不能够以此作为做多的一个主要方向。它整体是比指数提前走弱，而且提前很早之前就走了一个双顶结构。P2TR 大概目前是在这个区间还待确认，而 Meta 呢是已经确认了这波下跌结构啊，所以当下呢最多做一波下跌中的反弹啊，黄色飘带有压力，那么就要及时的离场了。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是689.525，高点的压力呢是720.28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STR， 我们上期讲过它有一个反转结构的可能。但现在呢，这个可能性在变低啊，因为前面这种下跌之后，这个筹码密集区它已经被跌穿了啊，所以跌穿之后呢，它的一个可能性反转就变低了很多。这里要关注啊，就是这个前方的低点，它作为最后的一个支撑点，如果这里都快速被跌破，那其实这里就是一个下跌反弹，继续破底了。好，那么当前的一个飘带是没有支撑的，那么我们目前在它有效破底之前呢，还是继续以反转看多为主，只是没有买点。它在这一个黄 K 跌破转红灯之后，一波红灯一路的下行，连续的红灯相对比较强，也是比指数提前呢释放风险的，比 Coin 呢就更比不了了。所以做多的话呢，我们更多最近讲的比较多的是，你可以看 Coin MSTR 呢就不是首选的标的。那这一波下跌，目前是蓝 K 再结合左边我们说的最后的支撑，所以蓝 K 出现，蓝 K 要反包出现买点才行。目前连阴至少等一根止跌阳线，看一下预测值294.25高点呢是314.11，不是说没机会啊，只是说它哪怕出现了，也就只能先看个超跌反弹，是否能够反转，我们需要去慢慢跟踪。下只股票我们再看到谷歌。谷歌的话呢，最近我们的盘前广播也一直是说以减仓为主，因为它跌破了飘带，并且飘带呢走出了有压力。最近呢是出现了
把飘带跌破，然后由紫色转为黄色。那么转为黄色之后，我们要看到它是跌破飘带的第一天，跌破飘带第二天，好，它是2号 K 线，2号 K 线产生，它不能够再跌破了，要突破，然后呢出现结束逢升，我们再去看涨。它是提前指数见高点了，然后走弱啊，所以趋势上呢，这里出现调整，是否能够见到低点呢？有机会，因为它是一个2号 K 线，这里反包重新看涨谷歌，否则这里的飘带如果有压力，那么将是风险。这个黄色带目前在246.225附近，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33.01，高点压力是241.165啊，关注这2个数值。而后我们再看到亚马逊啊，亚马逊也是出现了 Meta 差不多的一个形态啊，就是反弹黄带，而后暴跌。所以这里呢也再次确认了一下，这一个黄带呢它是有压力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偏空啊，它呢在顺势走空，而后170作为一个最后我们再看到的支撑。至少目前这波下跌是跌到前面的蓝 K 盘边，这波反弹呢是蓝 K 突破，是吧？而后出现了一个反弹到黄色带出现下跌。所以整体呢是以空方趋势在进行，那么它应该会再次的去靠近170。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10.06，高点压力222.31啊，关注这2个数值。最后我们再看到 SMCI 也相对比较强势，因为短线呢虽然是调整，但是它还是没有碰到飘带，所以整体跟 FIG 呢我们一起作为关注啊，当然还有 Call 位。好，都没有碰到飘带，一波下跌，所以呢，这种有可能是被错杀。我们看到飘带上沿的支撑是51.58，而后这根 K 线的量能其实也放的不是很大，所以整体波段没有被影响到。我们关注它在这附近产生的绿灯 K 线，或者说低开高走的买点 K 线，关注低点支撑49.735，高点压力是55.685啊，关注这2个数值。以上就是10月1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美股是否会出现变盘低点，这需要我们再密切跟踪，但一旦产生，将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波段加仓点位。那么希望能够如我们所愿，市场只是一个短期的下砸盘。那么后续如果有更新的行情，我们会继续的跟踪。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